各位，趙少康利用了纪林联的这个发言以後啊，現在呢是趁機在國民黨發起了倒正運動。你看看他聯合的這些人吧，什麼韓國瑜啊、徐巧芯啊，什麼盧秀燕啊，你看這批人，其中肯定也包括朱立倫，不過朱立倫到現在沒出來發聲啊，這是肯定這個等到他覺得機會到了，再對鄭麗文補上一腳，進行致命一擊。這些人啊，現在呢在國民黨內部，這是要把鄭麗文給逼宮啊，所以說國民黨真是廟小妖風大，池淺癩蛤蟆多呀。鄭麗文讓國民黨部半夜裡發的這個檄文，就是告訴趙少康，你真正的目的不就是要撇開黨中央另搞一套嗎？這個檄文呢，猶如重磅炸彈，直擊趙少康的命門，徹底扒下了趙少康的畫皮，造謠惑眾，蔑視黨中央，以煽動黨團自主的形式另立山頭，以自身的媒體影響力對立委諸侯進行滲透，以達到與鄭麗文領導的黨中央分庭抗禮的目的，企圖在2026年選舉和2028年大選人事布局中拿到主導權，甚至是逼迫鄭麗文請辭下台。這是趙少康的陰謀和陽謀一起對鄭麗文發難了，那鄭麗文還不趕快的清黨嗎？你聽聽這個趙少康這個說的是多麼的惡心呢？當然繼副主席後面也不只有主席啊，對不對？還有他太太啊，還有其他人都可能啊，我不知道受到有沒有，所以我說不知道有沒有人啊。如果有人，這個人就要出來解釋為什麼要叫他講這些話。如果沒有人，那他自己跑出來講這些話，那他就應該被開除黨籍，至少要把他的副主席的職位把他拿掉，沒有資格當副主席。哎，你一個黨主席或這個黨的副主席，你是要促進這個黨的團結。你現在國民黨裡面最重要的一支戰鬥隊伍就是立院黨團。你今天講這個話，你是破壞黨的團結，你還有資格當黨的副主席嗎？這道理很簡單。趙主席問一下，說這樣的狀況，我們一個來講，鄭主席也在美國拿到碩士，哈，也不懂老美，啊，你這樣對老美有用嗎？啊，那我不相信是這樣。那如果真的像報道這樣的話，你這樣去威脅老美沒用嘛？那因此你的接待規格就會高嗎？我看大概也不會吧。我想問一下，因為昨天在韓院長發文下面的時候，鄭麗文主席有回應嘛，就是叫他加油，但沒想到蠻多就韓粉來炮轟他，你怎麼看這樣的事情？鄭麗文跟韓國瑜道不道歉不重要了，鄭麗文把這個紀立聯這個副主席職位拔掉，這比較重要。國民黨發檄文警告趙少康，把他稱為先生而不稱同志之後，警告了他了啊！不行的話，先把你開了吧。哎，趙少康依舊是非常的囂張啊，回應鄭麗文啊。趙董想問一下，怎麼看國民黨昨天深夜發了千字文來回應您在節目上跟乃金姐的這個對話的過程？我覺得國民黨讓我也很驚訝了哈。那昨天深夜然後呢急急如律令然後呢發了一個千字文來這個挑戰我，來向我宣戰我這不懂就說為了一個到底有沒有黨版黨版，就國民黨這麼急着回應我這麼快。那對於紀立聯副主席罵韓國瑜賣黨求榮，要開除韓國瑜黨籍，怎麼都沒有回應呢？這不是只是在韓國瑜的臉書下回一個說你辛苦了就能夠解決的，這很大的事情呢。我覺得與其回應我，不如趕快回應到底要怎麼處置紀立聯比較重要。紀立聯到現在就是國民黨對紀立聯的事件到現在不回應，紀立聯不道歉，然後不處分然後不下台，完全好像沒有這回事一樣。可以這樣子嗎？可以在這個大街上罵人，然後在小巷子道歉就算了嗎？所以我還是很堅持鄭主席必須要對紀立聯做出處置。紀立聯後面有沒有人指使？有指使的人必須要出來講清楚，為什麼指使他做這個事？沒有指使，那紀立聯自己要負責任
然後呢，要不然就開除黨籍，要不然就是下台負責，不能在國民黨副主席這個位置上。他在這個位置上只是破壞團結，每次看到他就想到韓國瑜被他說要求開除黨籍，然後賣黨求榮啊。好，那回到黨版不黨版啊，我們先問幾個問題嘛。國民黨是不是一個民主政黨？那民主政党如果是民主政黨，那是不是黨團自治、黨團自主？是不是到最後黨團最後通過的案才叫做黨版？還是黨中央或者智庫給一個版，這就叫做黨版？這道理很清楚嘛。好，那再來講，那國民黨的回應我是說，3月5號他們已經開過黨團大會了，然後通過這個38+N是黨版，所以這個黨員必須要遵守，約束黨員。那如果說黨中央這個講的是對的，3月5號已經召開過黨團會議了，那為什麼4月27號傅崐萁要再召開黨團大會呢？那不是自相矛盾嗎？如果你3月5號已經有黨团會，已經決定了，那就是党的決策了，那就是黨版了。那4月27號傅崐萁幹嘛大動干戈，把黨籍立委找來開會呢？而且據我了解，有19個以上是主張8000億，然後呢凍結這個沒有發價書的這個部分，只能凍結發價書，然後呢支持原來3月5號所謂這個3800億加 N 的只有6個人了。那為什麼要召開這個會呢？那是因為這個會支持3月5號決議的少，然後就拖延，那就說那個不算嗎？而且國民黨以前多少次，只要在正式這個院會表決之前，會修改各種的版本，這很正常嘛。本來就因勢利導，因情況會不同嘛。而且你要不要跟民眾黨去協商呢？那民众黨的版本跟你國民黨版本不同，那你國民黨版本是不是鐵板一塊不能改？還是因為民眾党的要求，所以呢必須要改呢？那改過不是很多次嗎？國會改革法案不就改過嗎？很多法案都改過啊，怎麼以前可以改，到現在就不能改了呢？而且還說3月5號黨員必須要遵守。那如果這樣子講的話，那4月27號在黨團會議裡面主張8000億的這些黨員，那都要開除了，因為都沒有遵守3月5號黨團的決議了。你講的什麼話嘛？你忘掉了4月27號黨團會議是傅崐萁總召他自己召開的，那才是一個黨的正式會議嘛。而且還講說下一次呢還要再開，因為還沒有結論。那這什麼意思呢？所以我是覺得說，那麼急急如律令的來反駁我，來這個針對我，把他該做的事情好好做嘛。國民黨真的不要一再發生這些事情把正期會好不容易累積的一點點的和平紅利都給消耗掉了，很可惜了真的，我是想說，我這不解幹嘛，在半夜深夜要發這個文然後一大早又全文 po 在臉書上，而且事實上我們去看看國民黨提的這個特別條例 N 在哪裡？你既然講說3800億加 N， 第一個你要有數字3800億，第二個 N 要放在法律裡面，那你沒有啊？沒有放在法案裡面了，不是很奇怪嗎？至於說國民黨能不能提出，就是黨中央能不能提出建議版本，智庫能不能提出建議版本，當然可以嘛，本來就可以啊，你不是個民主政党嗎？对，我以前當立委的時候也经常提出这个各种这个不同的版本当然可以提出版本，但最後定案的還是要立法院黨團嘛。尤其國民黨現在是一個在野黨，在野黨你在中央方面你沒有任何行政權，你唯一的這個機構就是國民黨的立院黨團，它是最重要的一個機構，所以你當然要尊重立院黨團的決議嘛。對不對？你黨中央再拿什麼建議案什麼案子出來，都要到黨團去做最後的決議。而在立法院正式表決之前，黨團都有權利做任何的修改，任何委員都有權利提出不同的意見，提出更好的版本。這才是一個民主政黨，這才是一個這個所謂黨團自主應該有的態度，不是這樣子嗎？那以前都這樣，為什麼現在要改變了呢？現在只要有不同意見有提出不同的意見，就說是要賣黨求榮就說要這個黨紀處分，就要開除黨籍。國民黨什麼時候變成這樣子的？國民黨可以這樣子嗎？如果這樣下去，大家認為那個黨籍委員會怎麼想？不分區委員每個都是10萬票以上選出來的，他們代表不同的民意，而且年底不少的這個立委是要選縣市長的。你認為這次的縣市長會比4年前選的好嗎？會比8年前選的好嗎？選情這麼緊張，對吧？還不尊重他們的意見嗎？至少你把這些要選縣市長的立委找來問問他們的意見吧，怎麼樣對他們選情比較有利吧？這不是就黨中央最起碼該做的事情嗎？趙董想問一下，因為之前傳出說紀凌蓮的這番發言原本劍指的目標是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因為他們不滿說朱立倫過去對黃復興的作為。那徐巧芯當初在立委初選的時候，又把黃復興背景的費永泰給就是弄掉，所以原本聽說其實是劍指主席。我不知道原來劍指誰，但他罵的是韓國瑜啊，他罵的是徐巧芯，尤其是罵韓國瑜啊，對吧？所以你劍指誰是一回事啊，結果你那個箭射到的是韓國瑜啊。這不是很奇怪嗎？而且韓國瑜到現在為止，
我仔細的去看，他沒有提出一個數字來嘛，他哪有賣黨求榮呢？所以我講說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價格，他把黨給賣了，又求了什麼榮？他求了什麼榮？行政院長嗎？也沒有啊。所以不管他原來心裡想要罵誰，但是呢，你一個國民黨的副主席在中常會這麼重要的場合，要記者都留下來聽他講話，結果講的是罵立法院長，要立法院長下台，要開除他黨籍，這不很荒謬嗎？所以我覺得國民黨副主席真的也要自重了不要一個個都出紕漏這個很麻煩。不過黨中央昨天也有坦言，就是說黨內有很大聲音覺得說3800億以上就是 CIA 的走狗跟美國派，無聊嘛，什麼誰走狗誰不走狗，對不對？大家好好來討論怎麼樣對台灣最好，對，這才是個立法院應盡的態度。我們評論也從這個角度來，比如以我提出來的8000億或8000億好了，本來是8100億的，簡單叫8000億，對不對？匡列，然後通過動支的只有美國發加數的111億美金，就是3400、500億，剩下的凍結。這樣的話，真的是我是好心的，我也不是立委，我幹嘛多事啊？我只是看他們各有不同的主張，我把他們都在一起，這個主張每一個人都可以顧慮他們的立场，而且尤其顧慮到國民黨中央的立場，就只能動支110億美金，這不是國民黨中央的立場嗎？那我提這個不是符合他的基本的原則嗎？那他為什麼要那麼固執？為什麼要那麼堅持呢？非要搞他的版本，他的版本到最後到立法院會有問題的嘛？第一個，你通過就算通過也很難看嘛。第二個，引起各方的誤解，何必呢？所以我也講說，如果你真的国民党真的有種，1毛都不給你通過也可以啊，我就是不通過。那一方面又說美國發假書來我就通過，那既然美國發假書來就通過，那你這是美國的什麼？那這不是美國的走狗嗎？不是 CIA 的走狗嗎？為什麼美國發假書來通過？你真有本事，就是說美國發假書來我也不通過，這才叫做有本事啊！所以你都講些什麼？言行不能矛盾啊，前後也不能矛盾。OK， 好不好？謝謝啊，謝謝。好，因為国民党副主席季麟蓮在中常會罵韓國瑜，意思就是他呢賣黨求榮，那當然這個韓國瑜就自己很幽默的 PO 了一個在臉書上，老牛自知夕陽晚，沉默無聲自奮蹄，我還是很努力的，只是我沒有講話，還是很努力的，然後後來鄭麗文叫他們 PO 一個說感謝韓院長辛苦了，就這樣子。所以我講我這個不夠了。當然鄭麗文願意來 PO 這是好，對不對？但是不夠的嘛。你等於是在中常會這樣都罵這個，都看到你副主席罵韓國榮罵韓國瑜要開除他黨籍啊，讓他不准當立委啊。他開除黨籍後，他的身份就跟李珍秀一樣了他都沒有立委身份了，也沒有院長身份了，就變成這樣子嘛，不分區嘛，對不對所以我才講說，你到底這個季麟蓮這樣做。在中常會，大家知道，國民黨中常會以前副主席是不講話的，以前甚至呢，主席我去查都不太講話，哪每個禮拜有話講。但鄭麗文不一樣，他口才辯捷嘛，他這意見也很有創意，所以他每一個中常會都開放記者講話。但他講完以後，記者就出去了，他們內部開會。那這次不一樣據記者講說，要求記者留下來除了主席講話，要聽副主席講話，聽他講所以這是不是安排的？看起來有點像否則的話，主席講完記者就走了那所以呢，我才講說，他後面到底有沒有引武者？如果有，這個人要出來講話，為什麼？當記者問我了，是誰？記者就問我誰？我說我怎麼知道誰？也許他太太當然這話有點開玩笑了。但是呢，如果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引武者，如果有引武者，應該出來說為什麼叫他講這個話？如果沒有，那就他自己主張那自主主張這樣講就算了嗎？不要處分嗎？到現在為止，不回應，不道歉，不下台，什麼都不做，也不處分，通通沒有，這很奇怪昨天國民黨漏夜你知道嗎？半夜發一個千字文罵我，11點多發出來，就昨天一堆記者打電話來說你們要不要回？我什麼事都不知道，漏夜發一個千字文，立刻回應。說什麼黨版不黨版等等因為我認為黨版的這個軍購條例最後應該黨團通過才算是定案。國民黨本來就是這樣，你是在野，黨團最重要，對不對？那黨可以有建議，可以提出，智庫也可以建議，但是最後還是要黨團決定本來就是這樣子嘛你現在不是執政黨嘛？那結果呢？哇，這個11點多12點半夜千字文回來罵我，但是對於季麟蓮到現在無聲無息。好像想這樣混過就算了所以我很不滿，不可以這樣子好吧？這個鄭麗文這樣韓國瑜任重道遠，說呢我們是有老同志情誼，不易分化，被誰分化呢？誰在分化呢？不是季麟蓮在分化嗎？
今天有誰立法院委員有去罵韓國瑜吗？没有啊，都覺得韓國瑜這個很辛苦啊。哦，那另外呢，這個徐巧芯被罵說不要親痛仇快，徐巧芯說他已經獲得黃復興的要角，代季凌蓮道歉，跟他不知道誰能代季凌蓮，季凌蓮自己道歉啊。哦，誰能代表他道歉？我也說，要不然就季凌蓮這個開除你黨籍，要不然就你自動請辭。他本來昨天下午2點半要開記者會，因為禮拜三他下午講這個，禮拜三中常委，禮拜四昨天下午通知記者2點半，記者告訴我說今天要開記者會，我說好，看他講什麼，臨時說被取消了。黨中央大概覺得說你再講，你到底講些什麼？越講搞不好越糟。很猖狂，是不是？國民黨對他的討詔檄文，他覺得他不在乎，非常的猖狂。我覺得这一次呢，鄭麗文呢應該顯示出霹靂手段了，因為種種跡象表明吧，這個鄭麗文呢已經開始掌握實權了。這個國民黨黨部深夜發文說，這個實際上呢，鄭麗文的這個3塊實權呢已經抓到了。第一個是法定的人事權，這個已經完全掌握了。當面硬槓趙少康，這是人事權到位的直接體現。而且兩岸的主導權，這個自從政協會之後也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上了。第二個路線權，軍購議題上提出的這個3800億加恩這個應該是堅持到底如果是最後又回到了趙少康之流提出的8000億上，那鄭麗文就徹底失敗了。所以在這一點上，鄭麗文一定會堅持硬槓的。第三個是派系的支持，黃復興有軍系的20萬黨員季連連力挺，就這3樣就代表呢，其實鄭麗文在國民黨內呢實權基本上已經抓到手裡邊了。那這個時候呢，就差一個殺雞儆猴的雞了，來樹立黨主席的權威了。這個雞，我看趙少康是最合適的。朋友們，你們同意我的看法嗎？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